高中取消晚自习，周末呢恢复双休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真实经历，你就知道了。像我们高中啊是全市第一的重点高中，我们每次上晚自习的时候呢，都会有教龄10年以上的高级甚至特级教师就在讲台上面坐着，免费的公益的回答你所有问题。整个自习课将近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吧，大家就轮番上去问，老师一口气都不休息的，可能顶多上个厕所喝个水，其他全程在答疑。甚至还有1年就要退休的老教师，晚上还戴着老花镜看我们那个卷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，答疑打到晚上10点多11点。我特别承认，就我能考上北大，非常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的每一个夜晚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一定考不上。但我想说是，当你走出校门之后，如果你还想请到这样的老师来给你讲题，2000块钱1个小时，你未必请得到。再说周末，就其实我们学校是没有强制上课的，就我们本来就是双休，但是每个周六呢，我们基本全班可能45个人，整个半个班的孩子都会自觉来到学校，安安静静的在教室里面上自习，就自己定计划、写作业、做试卷分析。就其实别说双休了，我连大年初一早上吃完饺子，我就来学校上自习了。所以我说这些，我们能看出什么呢？第一呢是筛选，我们国家已经不是过去的全民教育的时代了，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？是创新科技人才。现在的高中教育，它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培养，是筛选。首先筛选掉所有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孩子。你不要说那双休了，我家孩子在家里玩手机怎么办？玩手机的就是要被筛选掉的。第二个，筛掉没有能力的家庭。会自学、懂自学的孩子，在哪儿学都是学，用啥学都能学。你给他扔到菜市场里边，给个板凳，他自己都能学得出来。这为什么咱们国家他宁可双休，也不搞那些题海战术，不逼着那些不愿意学的人非得去学了？因为每年有27%的985大学生，一旦上到大学就开始混日子。那些被逼着刷题刷出来的状元，进了大学反而不想学习，也不会学习了。所以刷题刷不出语数科技的机器人，也刷不出 DeepSeek 的深度思考。我们就发现了，取消晚自习和双休对有自学能力的孩子来讲，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儿。终于不用每天在学校里面搞那些题海战术、刷那些卷子了，人家可以自己安排自己整个的学习进度，可以去网上自己搜索免费网课，对吧？有问题让 AI 帮我们进行智能答疑，有发现问题自己创造解决途径并解决问题能力的孩子，才会是最终的王者。第二，那你没有自学能力的，你就靠家长砸钱送出去学呗。普通城市2、3、4线的，那可能500块钱1个小时，北上广深估计要2000块钱1个小时了。就是家里各种催着、哄着、拽着、骗着、盯着学，你也能把它盯上个985，盯上个211。那如果前面2种我们自己评估自己都不是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普通家庭，我真的掏心窝子给大家3点建议啊。第一个，一定要真实评估咱们孩子自己的情况，及时认清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的现状。实话实说，如果我的孩子，我是不会要求他一定要上北大的，因为太难了。过去的教育和现在教育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。如果确定咱家孩子不是学习那块料，那就捂好了自己的钱包，把补课钱留下来，给娃将来付个首付。他只是做错了题，又不是做错了人。第二，如果你家娃还在小学还来得及的话，重点培养他的自主学习能力。小学6年重要的根本不是那点知识，也不是卷面上那么几个分数，而是孩子学习习惯、学习流程还有学习兴趣。这3点形成了，初高中他随时都能逆袭。第三，用好 AI， 这个毫不夸张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直播间听我说过，我讲了将近至少2、3个星期了。就我们还有家长已经给孩子训练出一个 AI 的伟大家教，已经可以给孩子制定整个的学习规划了。就真的1分钱不用花，现在 AI 它的能力已经可以完全比肩一个从985、211数学系、中文系毕业的老师了。一个真人家教跟孩子完全交互互动，给他改作文、讲数学题、背单词等等，全部都可以的。所以你用好 AI 真的是省下大几千、大几万。如果大家怎么规划、怎么用完全不了解的话呢，多来我们直播间听一听，我们每天都在讲整个的小初高12年的教育规划。